去年李宁推出的洁 B3是我2024年年度榜单当中的榜首，实战性能真的非常出色。不过因为当时出来的配色还比较少，所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随着配色逐渐增多，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部分配色现在只要600左右就能拿下。这样的价格，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的。当然，也有很多的兄弟们反馈，洁 B3的中底会有点板，不是特别好去驾驭。也有的兄弟觉得洁 B3的鞋楦有点太宽了，如果不穿特别厚的篮球袜，很难得到出色的包裹体验。那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巴特勒的支线 Buckets 可能会是你想要的那个鞋款。跟洁 B3几乎相同的鞋型，大底的材料从 GCU 换成了主打耐磨的 Tough RB， 中底的碳合金换成了聚合芯，鞋面的材质也从原来的皮质或者是 KPU 鞋面换成了现在的这个工程网布。配置确实下降了好几个等级，重量也是比之前的洁 B3要稍微重一些，单支42码的重量差不多在390克左右。当然这样的重量表现其实还算是不错的，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那基础配置就是差不多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它的抓地非常出色，前掌的人字纹路能够很好的应对不同方向的抓地，不过后跟处的纹路略微有一点点的密集，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后跟的吸灰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出色，会比前掌要稍微严重一些。好在我们正儿八经实战的过程中那前掌的抓地以及吸灰控制都会比后掌要重要非常多，而它在前掌的纹路布局做的是非常合理的，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吸灰的问题也并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整一个大底的抓地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上之前的 GCU， 但是绝对够用。而且接触过 GCU 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 GCU 这种大底橡胶在上脚初期确实它的抓地是非常棒、非常顶级的，而且完全不怕灰尘。但是部分鞋款在穿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底的抓地力以及在吸灰方面的控制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而这一类传统的橡胶大底则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并且它发币的外底橡胶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大底的纹路深度还算不错，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能够达到70以上，要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大底的纹路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的偏细，所以水泥地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而它这个大底我觉得还有着一个可能存在的隐患，就是它前掌这一个泵的开口位置，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会出现开胶，大底和中底分离的这一个问题。不过这个就要时间来证明了。当然，如果实际上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最好不过了，对吧？那如果在屏幕前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有穿这一双鞋穿的时间比较长的，可以出来告诉一下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好吧？聚合芯的使用就是抗扭最好的保证。聚合芯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跟碳合芯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把碳合芯的碳板换成了现在的板材，仅此而已。虽然前掌的弹性明显比不上碳合芯，但是中底的刚性表现非常出色，想要用手将它扭动还是比较困难的，强度完全没有问题，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也绝对 OK， 并且它的前掌也比较容易弯折，自然弯折点的位置也非常合理，即使你没有特别出色的下肢力量，这双鞋你也可以轻松驾驭。至于稳定性表现，这一双 Buckets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大家可以看到球鞋的大底是一个全弧形的造型，全弧形的外底就注定了它会是一双更加注重灵活性的篮球鞋。好在它的中底重心还算比较贴地，中底的缓震材料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穿它打球，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安心的，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而这样一个易于弯折的中底，加上这样一副夸张的弧形大底，让它成为了一双特别适合变向的球鞋。在变向的过程中，球鞋的中底与双脚之间的动态贴合度非常高，不管你想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会牢牢的贴合住你的双脚，非常棒。OK，Buckets 的基础性能基本都是过关的，抓地优秀，抗扭够用，稳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想要穿它去打球，即使是强度比较大的也都 OK。但是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好穿，那还得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的 Buckets 相比洁 B3会更加广一点。Buckets 的鞋楦相比洁 B3会稍微要窄那么一点点，宽脚、窄脚都可以去进行选择。之前很多
兄弟都反馈 JB3 的鞋楦有点太宽了，如果不穿厚袜子，很难得到出色的包裹锁定。而 Buckets 不仅在鞋楦方面做了收窄，鞋面也做了明显的改变，每一对鞋带孔都有一对对应的动态鞋带，在拉紧鞋带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鞋面是从四周非常均匀的向中间加压，包裹的感觉非常棒，不但紧致，而且舒适。除了超级无敌大宽脚之外其他脚型它都能适配，并且都能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而它这一个出色的系带系统，加上它合适的内部填充，让它在动态锁定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色。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出色的包裹锁定，加上它动态贴合度比较高的这一副中底，鞋脚一体性相当拔群，只要系紧鞋带，鞋子就会牢牢的贴合住双脚，这种鞋脚合一的感觉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它的鞋面强度也同样非常出色，高强度的工程网布加上两侧较粗的动态鞋带孔，以及侧面软质 TPU 的侧墙，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鞋面能够牢牢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加上它高强度的中底，你要穿这一双鞋去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没有问题。打球强度比较高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去进行选择。而且它的透气性也非常不错，鞋身侧面有非常多的透气网眼，鞋舌也并不算特别厚，即使是夏天穿也不会有特别闷的感觉，大家可以放心。而它的中底相比 JB3 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它的驾驭门槛会明显要低一些，即使是在第一次穿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绊脚的感觉，不管是什么体重都可以去驾驭它。而且它的中底重心也还算贴地，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表现都非常出色，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非常的直接，并且它的缓震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大体重的球员或者是对于缓震有要求的兄弟都可以去进行选择。而中底的聚合芯在给我们带来了出色抗扭表现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出色的中底过渡。中底的过渡非常丝滑，从后掌过渡到前掌不会有任何一丝的断层，加上它上翘幅度特别夸张的这一个大底造型，跑跳体验也同样非常棒。不管是在正常的跑动过程中，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中底所提供给我们的力传导都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丝滑。当然JB3 中底那种给力的推进感是这一双鞋身上所不具备的，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它能提供给我们的推进感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脚底下比较有力的球员或者有一定体重基础，能够去驾驭 JB3 的，那 JB3 无疑还是那个更好的选择。它所能带给我们的在运动表现方面的提升会更加的明显。李宁 Buckets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确实非常出色，我愿意称它为JB3 Lite JB3 的简版。它的实战体验其实跟 JB3 非常的相似，出色的灵活性加上不错的跑跳体验，并且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都非常出色，甚至它的包裹会比它的老大哥 JB3 更加出色，驾驭门槛也会更低。但是相比 JB3 它下降的点也特别的明显，中底的推进感明显下降了，大底的抓地也肯定不如搭载了 GCU 的 JB3， 所以它和 JB3 之间的一些区别其实就是因为改变了配置，改变了用料之后产生的这一些材料特性方面的区别。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小，在140斤以内，或者你的脚底下本就没什么力，可能你是青少年，可能你是女孩子，那 JB3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去驾驭。那这个时候这双 Buckets 可能会是你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驾驭碳核心，你能够驾驭这种搭载了全掌碳板的篮球鞋，那 JB3 一定能让你的运动能力更上一层楼。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